赵露思，甜一定要扛到底。作为当下最火的高天明星代表，赵露思是少有的被认可的演员，所以高天的风范不能丢，这条路还要一直走下去。赵露思之所以在影视剧中被大家认可，其实也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她演的土味尴尬场面让人觉得很正常很自然，这是很多网友的一致看法。看来天赋 stuff 真的不只限于能力，还有魅力。新剧《一起来尝试世界》虽然没有《意外捡到的爱》那么甜美直白，但无论是剧情还是主演阵容，大家都已经有了预感。这样的作品非常好，至少感觉很适合赵露思的曲子。现在的杨洋不再是单纯的偶像，通过这些年作品的磨练，他的演技也日趋成熟，对于塑造一些有颜值有个性的角色还是很有把握的。赵露思饰演的凤西云颜值也很吸引人，曼妙的身材，优雅的衣着让人动容。这样的人物塑造，再结合新剧的武侠和情感元素，真的是非常有看点。感受一下，虽然说不出剧情和故事会有什么样的惊喜，但至少人物已经有了扑街的感觉。显然新剧《一起来试探世界》不会这么甜，本来原著中对情感的描写是比较委婉含蓄的，一些款式新粉老粉都很满意。在官宣中，男女1号的介绍都是一线，现在看来吴磊和赵露思已经没有悬念了，毕竟都得到了几个有说服力的影视网站和影视大 V 的证实，真的很期待，不只是一个瓜。男1号吴磊，当年的萌童星摇身一变成为阳光大男孩，颜值帅气，演技广泛，超高人气的背后是他纯熟的演技。凭借着人气和实力，他成为了很多热门影视剧的最佳人选。在这个帅哥美女大行其道的时代，你对吴磊赵露思这样的 CP 组合满意吗？杨洋旅行之后，在百度上搜索玉兔将得到超过1亿条答案，真人版玉兔也有超过2000万条结果。2021年，这个从影视剧中走出来的角色成为了一个全新的网络符号，支撑着大众对宇航员和航天精神的青春诠释和尊重。2021年，大众的目光将一次次被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所吸引，娱乐圈也将迎来航天年类型题材热潮。你是我的荣耀一炮走红，横扫各大榜单。杨洋饰演的于途从此走入大众心中，体制内男友等话题热度居高不下。6个月来，玉兔效应也走出了话剧领域，神奇的与航天工作者产生了联系。真人版玉兔频频出现在《朗读者》等节目宇航员栏目弹幕中。北京等的当红航天一哥高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每一位宇航员都是真实版的在路上。于途走红的背后，不仅是对航天精神的致敬，更是开启了国产剧脑力时代。更准确地说，这个他既是于途，也是演员杨洋。大众对途的喜爱始于他的外表，仅限于他的内涵深度。他有光环，却是我们身边优秀的普通人。他身上现实与理想的拉锯战，兼具魅力成熟的男人和少年的天真吸引。于途是一个可以落地的现实，也有着坚定追梦的能量，而演员杨洋给了于途新鲜和温暖。当然，在杨洋的2021故事中，于途并不是一个人，他还是《青春游记3》中具有综艺效果的新喜剧演员，他也是杂志社的宠儿，商业业绩突出，商业价值高，百花齐放，多为领衔。杨洋也有了很多新标签，晋江起点逃亡英雄，被演技耽误的笑星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他真的有了成为网友口中不同年龄反复爱上杨洋的主角。从晋江起点逃亡的男主演员杨洋的成长与突破，有人还记得他那句心仪许国南令卿的泪水，知道他妈眼病爆头，一气之下就破了防线，甚至有人在游戏里做梦都梦到叶修了。不管怎么说，杨洋都把于途给活完了。如果说现实中有办法，那一定是像杨洋这样的。与大多数原著粉对影视选角存在争议不同，杨洋从一开始就是作者顾漫和书粉的最佳人选。只是如果你细细品味他的表演，你会发现他早已跳出面选的肤浅定义，以自己的方式对角色进行拆解和重构，
为角色注入鲜血和灵魂。于是我们看到了于途在航天工作中的严谨、热情和精益求精，看到了他即使担心也掩饰不住的热爱。我们也看到了他30岁时在现实的枷锁下的家庭、情感、经济、犹豫和烦恼，在别人面前微妙的掩饰和在别人背后的纠缠。复杂的情感交织着现实与美好，成就了这个30岁男人内敛的魅力。而这正是杨洋的思考所在，他让这个角色真的倒在地上，沾染了凡人烟火的味道，但他也没有就此罢休。杨洋特有的少年气概在角色身上不断放大，内化为坚定追求梦想的真诚，面对爱情的纯真与稚嫩，甚至是称霸赛场的大男孩既视感。眼里总有星光，成为于途最动人的地方，也让他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和穿透屏幕的能量。很多人都庆幸30岁的于途遇到了29岁的杨洋，让杨洋的人生经历和演技可以完全套用到途身上。其实这次相遇背后真正的联系是，他们都坚守初心，不惧世俗。杨洋在采访中也不止一次将遵从内心、适合自己作为选择标准，坚信真诚的表演才能打动人心。回顾杨洋出道14年的作品，我们或许会有更深刻的理解。24岁的杨洋遇上了22岁的肖奈，微微一笑很倾城，让这个帅气、学霸、篮球、游戏等样样精通的霸道女学生成为了心中最美的青春无数追剧少女的寄托。26岁的杨洋遇到了25岁的叶修，全职高手，讲述了他为荣耀而战的电竞故事。这种改编当然不是简单的年龄划分，而是把最好的自己奉献给最适合的角色，让每一个角色都鲜活生动。在很多人眼里，他是肖奈，是叶修，是现在的于途，可能是未来的燕破月、特战荣耀，甚至更多的人。做角色是演员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的成就。而在这些不断塑造的人物地图中，演员杨洋也成为了未被定义的存在，一个游走于晋江与起点之间的演员。他以主播对人物的细致感知和演技沉淀，打破题材类型和角色类型的壁垒，打破观众性别、年龄、喜好的壁垒，也成为更有可能的演员杨洋。新喜剧演员，商业蠢，多点绽放，不被定义的杨洋，不知道什么时候，杨洋不再是那个耿直的军艺校草了。而网友们用来形容他的那句杨洋是男孩和男人的奇妙共存，今年似乎又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解放天性的杨洋颇有喜剧天赋，在《青春环游记3》中，他甚至击碎了高冷男神的滤镜。在文字接龙游戏中，他一招打天下，哇的一声，相当洗脑。在猜歌环节，他的顶级表现成就了绵羊起飞的名场面。他还可以模仿杨迪、陈腾，还有贾玲方言版的《你是我的荣耀》，让人哭笑不得。杨洋的孩子气和大男子主义气质，让他饰演的角色中常有苏点。而在综艺节目中，他这种搞笑和不谙世事的反差，恐怕是任何剧本都难以设计的。喜剧效果，上帝赏饭的喜剧新人。但是邻家那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风又萌，笑起来眉眼都是歪的，着实戳中了不少人。有着顺应初心、沉淀自我的成熟阳刚魅力，隐藏着喜剧属性中更强烈的青春感。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概就是最好的杨洋了。这样的他，也在不断攀登更多的高峰。多年来一直稳坐头部小生，一直是商界的宠儿。而2021年，在热播剧的加持下，他也将能够走得更远。杨洋多元化的特质，使他能够与不同领域的品牌高度契合，准确传达品牌主张和品牌风格。同样在注意力稀缺的大营销时代，他成为了品牌与大众之间的桥梁，以优质的公众形象促成双方在经济价值和情感上的深入对话和强烈共鸣价值。在他不断扩张的商业版图里，演员的身份不仅给他带来温暖的祝福，他饰演的角色也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反向赋能商业代言。连续多年，杨洋一直是《梦幻西游》这款游戏的忠实选择，这与他在《全职高手》中的精彩表现不无关系。而他前几天的直播更是让网友们梦回了叶修。杨洋30岁的站起来，放下束缚，直面真实的自己，更显魅力。他拒绝随波逐流，勇于适应一切变化而不改变。在他全面绽放的事业版图背后，
只是一段可以流传很久的故事。心之初能久远，杨洋开启下一站的辉煌里，想这几天一直在犹豫下一部作品要拍什么，这才是我真正想拍的。2022年初，杨洋在《最美的演出》中饰演的角色是谁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理想。青年导演，比起他在表演时考虑的妆容问题，通过导演和演员的共性，这2句话并不是演员杨洋的内心独白，坚守初心，为爱而战。2022年对于演员杨洋来说也是一次大考。去年11月，由其主演的《特战荣耀》获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迅速在舆论市场引发超高关注度。市场对杨洋饰演的军人寄予厚望，这与他的军艺出身和军人的挺拔身姿不无关系，但更让市场期待的是演员杨洋的可塑性。为了演绎好这个角色，杨洋提前进入训练基地，在现役军人的指导下进行实战训练，而整部剧的拍摄时间达到了274天，交作业的时间尤其长。当然，客观原因还是这2年军旅题材偶像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观众期待的是一部真正的军旅题材剧。《特战荣耀》改编自范武妖姬的原著小说《中国特种兵的特殊物种》，这也是他继《弹痕》《战狼》之后的第2次出击。好的故事和专业的保障无需赘述。从公开的片段来看，杨洋饰演的武警特战队员严破月身着军装，眼神坚定，在枪林弹雨中穿梭，配以拳打肉斗的场面，清脆爽快。而利落的动作、荷尔蒙和保家卫国儿子的热血溢出屏幕。在虎扑、微博等平台上，大量网友对杨洋的表演以及其中透露出的制作品质表示肯定。此外，时隔多年重返古装剧领域的《放手天下》也是杨洋即将交出的一部重磅作品。日前，该剧获得2021中国影视排行榜年度期待剧集。此次，杨洋饰演精于算计、心机深沉的风兰溪，或者说是有别于以往古装角色的又一次尝试。话题到这里，一个答案就更加清晰了。一个人活着就是为了在不同的年龄反复爱上杨洋的底层逻辑。其实杨洋一直在做自己，为了初心，为了自己爱。在2部题材和人物完全不同的作品背后，杨洋越来越坚定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剧本和角色，不惧为每一个喜欢的角色投入时间和精力，所有的辛勤工作都会得到回报。杨洋并没有刻意放慢速度，也不喜欢强行换关节，他所做的始终是在不同类型的题材中踏踏实实，坚持用作品说话，用品质赢得回忆。而这个静下心来沉淀自己、积累演技、挖掘释放自己更多维度的杨洋，通透、成熟、真心追梦，眼里有星，脚下有路。这样的他，未来值得期待。